这里真热闹，我有预感，一定能遇到不少有趣的事。这个世界里的人未免太多了吧？到处都是占道经营的小贩，推推搡搡的行人，没人维护秩序不说，头顶还有这么多横冲直撞的飞船。真是简单粗暴的叫法，看来您不怎么擅长起名字呢。不过船舶形态姑且可以称之为飞船，要是换成了火车，你又要怎么办？那当然是好险，总觉得差一点就要说出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。所以那到底是什么？还是让大导游花火替你们答疑解惑吧。这是星茶，这里是仙州罗浮的大港星茶海中枢，而头顶这些就是星茶海得名的由来。作为核心交通工具的星茶是星茶呢？倒也不用强调这么多遍吧，我记住了，星茶。好险，差点就要没命了。喂，现在不是看笑话的时候吧？你们两个连一点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吗？别说的这么严重嘛，我们刚才明明也提醒过你，看你那副泰然自若的样子，还以为你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呢。从尖叫声的音量来看，你应该也玩得相当开心吧？你们到底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好啦，先站起来冷静一下。看你现在已经红得比星茶上的指示灯还要显眼了，来，手给我。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？我可是差一点就要变成包菜酱了。如果不是爱酱的身体比较小巧，我可就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。等等，爱酱的身体，既然这里的人看不到我，有没有可能他们也根本没办法对我造成伤害？你终于意识到啦，虚拟世界的行为无法对真实肉体造成伤害。什么啊？害我虚惊一场。科幻电影里一般都这么演，对吧？而如果是惊悚片，你的意识大概就会顺势消失在这个世界。究竟会是哪种发展呢？想知道结论的话，不如亲自试一试。这个家伙，算了，还好没有造成损失。不知道刚才的星茶是怎么回事，先过去打听打听情况吧。